在北京参加婚礼，大家都怎么随礼的呢？国庆呢，我收到了一对新人的婚礼请柬，我既高兴又纠结。一方面吧，据说呢，按传统习俗，做媒人是不用包红包随礼的，我还应该收谢媒的红包才对的，是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嘛，哪有参加婚礼不给红包随礼的呀？这不也是对新人的一种祝福吗？真的很纠结啊！我也打听了哈，盘点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家去参加婚礼都是怎么随礼的，好像一般来讲是分2个等级，一个呢就是普通朋友、同学、同事关系，一般都是随100到1000之间。第2个等级呢，关系特别好的闺蜜、哥们儿、亲人等等啊，那随礼就比较多了。我看见的最多的有随2万的，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哈，怎么选择比较好一点。要么呢就不去吧，之前很多回我都不参加婚礼的，我就是觉得要这么参加，我还得随礼的话，我1年下来得随多少出去啊？我要是真不去吧，这俩又特别热情哈，特别想我去，那我现在吧多半是打算要去的，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我随多少礼比较合适呢？大家来给我出个主意吧。找对象有时候会不会纠结呢？肯定会有的嘛。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小姐姐哈，被2个男生呢同时追求，但是她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会更好一点，她很纠结。她是本科学历哈，身高呢1.65米，长相呢也算得上好看的。她现在在一家国企里边工作，家呢是外地的，父母呢在北京郊区给她买了一个小房子，有一辆20来万的代步车。她是国庆前就来找我了，当时我给她分别介绍了2个男生，其中一个男生呢是91年的北京人，家里呢有好几套房子，男孩1.82米的身高，独生子，长相呢也很有爷们样哈，硕士学历，在外企工作，做软件开发的，年收入呢也有大几十万。另外一个男生呢是外地的，90年的，家境呢跟他差不多，在北京也买了房，但是有少量的贷款。这个男生也长得高高大大的，1.80米左右，博士学历，在一家研究院工作，收入没有前面那位男士的高，但是呢工作很稳定，业余还有一些项目合作，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么看起来很明显哈，这个外地男孩呢没有那个北京男孩更有优势。站在女生的角度呢，这2个男生都对自己有意思，那么他应该怎么选择呢？可能谁都觉得他应该选择那个北京的，但是经过我的分析哈，我还是建议他选择那个外地的男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哈，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理解别人的善良的。之前呢有一个女生嘛，她失恋了，就来找我咨询择偶定位。那我看她心情不太好嘛，所以呢我就在回去之后呢，给她真的匹配了几个男士，后来还安排她跟其中一位见了面。当时呢我没有收她1分钱，结果见完男士之后，2个人没有想到聊得还不错啊。后来我就听男士给我反馈说他们2个都有交往的意向。但是奇怪的是，后来我给这个女生发信息呢，我想问问她进度怎么样了嘛，结果她连信息都不回我的。所以良心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算是验证过了有的时候真心它真的是一文不值的。你对别人再好，别人不一定对你好。很多很多的教训甚至都是那些你最信任的人把你给教会的。你把他当亲人，结果他把你当外人；你把他当朋友，结果他把你当傻子；你对他真心实意呢，他却对你充满了算计。我们要有不伤别人的教养，但是我们也要有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善良都得不到尊重的话，那也只能让他长刺儿了，对不对？那以后我还能这么做吗？没办法这么做了呀，对吗？关注我一个在北京做了12年红娘的丽欣姐。为什么说女生谈恋爱找对象，甚至是你以后在婚姻当中都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就拿最近刚发生的一件事来说95年的姑娘今年都29岁了，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在北京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的城市里，她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每天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休息日呢顶多就跟闺蜜聚一聚，要么就宅在家里追个剧，哪儿也懒得去那到现在为止她就谈过1次恋爱，还是之前大学的同学。最近这2年家里开始催她结婚了催得多了呢，她自己也烦。说实话她也不想成为大城市的大龄剩女，
他也有点着急，所以最近呢，他就刷到了我的视频嘛，到我这报了个名，参加了几次活动，没想到呢，好几个男生加了他，后来呢，还真谈了一个双方感觉还挺好的，发展了2个多月，本来挺顺利的男孩是北京本地的，家里有房有车，做金融的，一年呢也能挣不少，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但是这个姑娘她有个闺蜜看她从互联网上找了个对象，这么优秀，她就觉得不靠谱，经常跟她吹耳边风，说这个男生1.80米的个儿，长得这么好，家境学历收入都不错，他怎么会去相亲呢？总感觉哪儿不对他让这个姑娘一定要摸清楚这个男生的底细，千万别被人家骗了。结果就前几天嘛，520的时候，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就给她送了一个2万的包把她高兴坏了嘛，她呢就给这个姑娘去分享你看我的男朋友就不像那些网络上的男人天天抨击女性什么男性觉悟了，不要给女人花钱不要过各种节日，什么歪理男的不给自己的女的花钱，那还算是真爱吗？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2万多的包的链接发给了自己的这个朋友让他一定要试探一下这个男生经济状况怎么样包括对他的喜欢程度怎么样。这个女孩呢，她是个好姑娘她觉得才跟这个男生在初期了解阶段嘛，这个时候跟人家去要东西挺不好的，于是她就拒绝了闺蜜的这个好意。可是她这个闺蜜可没有善罢甘休直接夺过了她的手机，自作主张给男生发了个链接过去结果你们猜一猜发生了什么？你一定猜到了要是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今天有个大龄剩女她跟我怼起来了，真的是不愧是大龄剩女我服了。我不跟你白头了好吗？她今年35岁了北京本地人，学历本科，170的身高家里有2套房，有车，收入1万多体制内工作，按说她这个条件还可以，但是呢短板太长了，她年纪有点大嘛。我刚一开口提到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她就跟我抢话说，姐你放心我要求不高，我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我也不想攀高枝，什么高资产的，我也不找那个气受，我也没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我就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就行了。他说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最好呢对方是北京本地的，大家谁也不图谁的，我有的他也有就行了，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78以上，自己家有2套房，所以对方也得有2套以上，唯一的就是收入呢得比自己高2倍以上，别整的以后我还跟他一起辛苦养家，我会看不起他的。长相的话呢最好顺眼一点我还是有点颜控。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挺爽快的快人快语的，于是呢我也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可能还是有点难因为北京本地的男生他现在面临的是北京本地的女生来北京工作的外地女生，人家的选择面是挺大的，不一定找你你应该扩大你的择偶范围才对。还有呢就是2套以上房产收入3万以上，身高1.78米，还得长得顺眼，那就这样的男生在北京相亲市场里，上至35岁下至25岁的姑娘都要排大队你能排到哪儿他说你看您的经验，我应该调整哪些条件才能更好找一些呢？那我就说你最好把年龄和地域都放宽一点，然后呢还有房产这个方面，我觉得呢能够有个在北京首付的能力就行，身高呢降低到172以上，然后收入方面跟你差不多就比你高一点点就行，甚至可以看一看离异的男士。我刚说到这儿他脸色就大变了嗓门提高了8度，嚷嚷上来，他说姐我有那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去找了呀，彻底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我跟扶贫有什么区别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那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找了，我自己过不挺好的那我们年龄大一点到底怎么了？惹到谁了？中国的男人都这么肤浅了吗？姐我不太认可你说的这个。于是我就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了。他说我们女生就不能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吗？大家怎么看评论区聊一聊想找个靠谱的对象看我的主页。我发现现在有的女生就这辈子她好像没吃过饭似的天天就跟吃饭这件事干上了。96年的姑娘说实话长挺漂亮的，来我这相亲2个多月了，见了好几个男生，但是每一个呢都不到2周她就继续不了了。我私下底也了解了一下才发现这个姑娘真的很有意思呀，她每次见面都要求男生请她吃大餐，真的不是一般人吃的那种一顿下来都得人均上千的。第一个男生呢直接就回绝她了这个男生说我不差那顿饭钱，我觉得这么吃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试探我对他的诚意嘛，或者就是试探我花钱大不大方嘛，我讨厌这种被人家试探的感觉。第二个男生呢确实请他吃了1500块钱的大餐饭后呢人家就问他愿不愿意做男女朋友，结果这姑娘说哪有吃一顿饭就能做你男女朋友的呀，
这个男生后来又请她吃了一次哈，这姑娘呀饭后就小嘴一抹就准备回家了啊，让男生送她一下。结果男生在车里啊就对她亲亲抱抱的，她就狠狠地把男生给推开了啊，得就这么着哈，这个也弹簧了。第三个男生呢，第一次请她吃饭的标准是1000，后来呢逐渐往下降了标准哈，那这个标准一降啊，就惹怒了这个姑娘了。她说刚谈恋爱就这么小气吗？那以后要是结婚了的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她说受不了这个哈，这样的男生是不重视自己的。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谈个恋爱就非得吃这样的饭才能感受到一种优越感吗？今天你要吃日料啊，明天你要吃鲍鱼，后天你要吃法餐，然后你谈个恋爱就天天跟这个吃饭干上了，你就这么个吃法呀，一个星期就得吃人家2万多，最后你吃完了还来跟我说男生都没有诚意，还说人家都对你图谋不轨啊，说想睡你，该怎么办？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家里边没饭吃吗？你以为那些男生怎么想的呀？人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嘛，那你呢？你付出了啥？他不就得想让你也付出一点啥吗？这种事儿嘛，就是必然的。谁叫你吃人家那么多钱呀？啊，这么漂漂亮亮的姑娘，你说哈，搞得跟个蹭饭党似的，多掉价吧？啊，就说大家来评评理呢。为什么你总是要提你的前任呢？我认识一个开法拉利的男生，他说啊，他一年能谈20多个女朋友，1、2周他就能换一个。跟谁他都说是自己的女朋友啊，女孩呢跟他在一块呢也觉得自己是他女朋友，还觉得特有面儿，而且大部分的女孩都会对他动真心，他都怕甩不掉啊，于是呢他就给他们花钱买这个买那个，分手的时候呢这些女孩都从他这儿占到了便宜，也就没话可说。遇到那种难缠的呢，他就把他拉黑删除。但是他的这一通操作哈，会让这些女孩觉得自己的前任是开跑车的，是有钱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啊，再找的话呢，仍然得是这个逼格的，所以呢，就降不下来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哈，这样的男生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哪里都一样，几百个女生在等着嫁给他啊，而且这还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跟这样的男生接触的时候，她们会去跟自己身边的闺蜜去分享去炫耀啊，自己的男朋友多牛，然后呢改天如果她的闺蜜有个追求者开个10几万的车过来看她，那这个姑娘心里一定会想，就你这车还没人家一个轮毂贵呢，也配得上我吗？凭什么她就能坐法拉利，我就要坐你这个小破车？她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我又不比她差多少，她能找这样的，我就不能找到这样的吗？我差啥呀？所以好多的姑娘哈，就是这么被拉下水的还不自知，还以为呢有钱人满大街都是哈，随便捡呢，最后根本就不知道有钱人人家就是跟你玩玩的嘛。啊，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你遇到过宝藏女孩吗？都说女生如果在感情里她感觉不到占便宜啊，她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很多的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她都会让男生不断的付出哈，让自己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她才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的诚意。但是现在的男生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呀，特别是在北京哈，男生们对这套理论已经开始了集体开始抵制和反抗。所以难怪前几天哈，相亲的一对男女嘛，相亲完了之后呢，男生有点激动哈，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啊，他说有点不敢相信，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宝藏女孩。他们那天去相亲吃饭的时候啊，他故意试探性的跟女生说，咱们初次见面，咱们都是出来相亲的，我这个人呢也不是抠门，只不过我觉得本着公平的原则嘛，咱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今天这顿饭咱们能 AA 吗？啊，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男生家里是北京的啊，家庭条件很好，自己的收入还挺高的，他主要是之前遇到过太多物质女生了，现在他很厌倦和反感男生呢一味在付出金钱和物质，还提供情绪价值，而女生在一边享受着男生的付出，同时一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边呢还吃在嘴里看着锅里的，自己呢还不想有同等的付出，生怕自己吃了亏没占到便宜啊。但是他这一次相亲的经历完全刷新了他的认知。这个姑娘听他说 AA 的时候啊，非常淡定的说啊， AA 很好啊，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朋友之间吃饭都是 AA 的，很正常的，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平等嘛，我们都出来工作，都出来挣钱，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他接下去说的话简直就是语出惊人了。他说谈恋爱是双向奔赴的呀，是一个相互付出的过程，万一我们合适了的话，以后到结婚的时候还要彩礼，还要房子换车，那时候要花的钱就会更多的。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如果是我的男朋友的话，我是舍不得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如果我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那什么彩礼这些陋习我都可以不要的，真的搞得跟交易一样。我是不想把自己弄得跟商品一样，还给自己贴个标签，还标个价格。爱情应该是无价的才对啊，别说这顿饭我可以给你 AA，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家里的开销我都可以给你一起 AA 付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扛。这个男生听到这儿啊，激动地对这个姑娘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我是不是遇到了宝藏女孩呀？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女孩可是太少了。我之前遇到的女孩呀，都特别物质。我前女友刚跟我在一起，前3个月就花了我50多万，最后啊还没成。要是早遇到你有多好啊！对于这个姑娘的观点，你们赞同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有的人他来相亲市场真的注定是来当炮灰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他们来找对象哈，如果自我定位不明确的话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最怕的就是那种哈，人家自我定位虽然不太明确，但是人家对要找的对象啊定位是很明确的。你比如说哈，有的女的她明明长得很丑啊，她还不自知，非要来找高富帅啊，还要参加我们的高端局，她到底咋想的嘛？还有那些离婚带娃的，整天都在奢望着想找一个未婚的人啊，还有那些大姐姐成天幻想着啊姐弟恋能不能美梦成真啊，还有那些年龄一大把的老男人啊，他有点钱啊，就想找个比自己闺女还年轻的姑娘，甚至是没有钱没有颜的男人啊，还想找个大美女。咱就能不能换位思考想一想哈，这些高富帅大美女凭什么人家要找你呢？这个世界上是缺了比你更强大的人吗？这些都还好，最重点的是当他们这一类人哈，他找了一大圈，见了一大堆他们理想中的人，最后呢没有一个看上他的时候，他们还会过来找我说，是不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啊？是平台的资源有问题吧？是男人没有诚意吧？是美女太物质了，甚至是相亲这个形式都不适合她了等等啊，这不就是挺可笑的吗？啊，这到底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呢，还是你自己的水平不到位啊？搞清楚好不啦？啊，如果你是一个 D， 你非要挑战 C， 如果你是一个 D， 你要挑战 C， 那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如果你是个 D， 你非要挑战 A， 那不就很难了吗？对吧？那你不跟在攀登高峰，那不就是在攀珠峰似的吗？那不就是在攀登珠峰吗？有几个人又上得去呢？何况还是你啊！不要说相亲机构不靠谱，也不要说是红娘不懂你，更不要怪男生没有诚意啊，也不要怪美女很物质，甚至相亲这个形式都有问题了，你就承认自己长得丑，承认自己的吸引力不够，你就承认自己老，承认自己穷，一点毛病都没有，不要自己不成就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啥毛病都没有，没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意识，咱不能又老又丑又穷还那么自信吧？是不是像个笑话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哎，有的人哈，他来相亲市场啊，注定就是来当炮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来找对象哈，如果他自我定位不明确的话呢，我还是能理解的。最怕的就是那种人家虽然自我定位不明确，但是人家对要找的对象的定位啊却很明确。你比如说哈，有的女的她明明长得很丑啊，她还不自知，非要来找高富帅啊，还要参加我们的高端局，她到底是咋想的呀？还有那些离婚带娃的哈，整天啊都奢望着能不能找个未婚的啊，还有那种大姐姐，成天幻想着能不能姐弟恋美梦成真啊。还有一些哈，年龄一大把的老男人了，有点钱就想找个比自己闺女还小的年轻的姑娘，甚至啊没钱没颜的男人，他也想找个大美女。咱能不能换位思考想一想，这些高富帅也好，大美女也好，人家凭什么要找你呢？这个世界上是缺了比你更强大的人吗？这些都还好哈，最重点的是，当他们这类人他找了一大圈，见了一大堆他们理想中的人，最后没有一个看上他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哈，哎，是不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啊？是你们平台有问题吧？资源不好啊？要不就是男人没有诚意啊？要么就说美女太物质了，甚至相亲这个形式啊都不太适合他了。就这些哈，是不是挺可笑呢？到底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呢，还是你自己的水平不到位呀？搞清楚好不啦啊！如果你是一个 D， 你要挑战 C， 那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是个 D， 你又非要挑战 A， 那不就是在攀登珠峰嘛，对吧？有几个人能上去呢？何况还是你啊！不要说相亲机构不靠谱，
也不要说红娘不懂你，更不要说是男生没有诚意，也不要怪美女太物质，甚至这个相亲形式都有问题了，你就承认自己长得丑，承认自己的吸引力不够，你就承认自己老，承认自己穷，一点毛病都没有。不要自己不成就都怪别人的问题，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啊，没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意识。咱不能又老又丑又穷还那么自信吧？是不是像个笑话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我相信王婆说媒以来，最让她为难的一定是这个女孩。她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第一，男孩身高1.8米以上；第二，衣品得好啊，会穿搭，阳光帅气；第三，男孩的收入呢，如果在体制内呢，可以收入20万以上，那体制外的话，年收入得30万以上；第四要有车有房。女孩自己的条件呢是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具体收入不详，年龄29岁，身高1.68米。所以一个男人穿衣有样，开车有牌，走路有派，兜里还有钱，他们这样的男生真的有时间看这个相亲节目吗？另外就是有这个条件的男人还能轮到跟一个29岁长相普通的女生去相亲吗？在我的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姑娘既要又要还要，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总是拿着自己的一点点优势说事儿。比如说他学历有点高啊，收入比较好啊，自己的缺点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见，忽略不计。比如缺点是年龄大，长得丑，这几项标准真的，我要说多少遍呢？女生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套男人的标准。你们是看男人的高收入，但是男人看的就不是你的高收入。你想用你的高收入去吸引高收入，这是错的。你只有拿你的年轻漂亮去吸引高收入才是对的。不知道我这回到底给你们说明白了没有大家来聊一聊呢？